女人扒开酒店的木地板，地板下面竟然藏着一口水井。就在女人诧异的时候，一个人形怪物从水里爬了出来，怪物很快就爬到了井口。女人被眼前的怪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但是怪物口中却不断叫喊着女人的名字。原来他正是女人的爸爸，女人名叫玛丽安，她的爸爸已经失踪多年了，没想到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她也被爸爸吓得连连后退。好在爸爸被铁链锁住了，玛丽安找准机会躲进了厕所，可厕所里依旧危机四伏，爸爸的声音也从浴缸里传了出来。玛丽安怎么都不愿相信外面的人是她的爸爸，她让男人赶紧闭嘴。整个房间果然安静了下来，玛丽安心惊肉跳地打开了厕所门。此时爸爸已经回到了井里，他赶紧来到房门前求救，祈求梅拉蒂将他放出去。可就在他求救的时候，爸爸再一次从水井里爬了出来。爸爸改变路线，从床底下进攻，很快他就抓住了玛丽安的脚，却被玛丽安的高跟鞋踢得头破血流，他只能退回到井边。玛丽安见状，拿出高跟鞋走向爸爸，他要将这怪物赶回井里。果然爸爸十分忌惮高跟鞋的威力，他快速地逃回了井里，没想到掉落的铁链却缠住了玛丽安的脚，玛丽安也慢慢被拉入了水井之中。他本是来提醒梅拉蒂离开的，因为他们会在7天后强拆梅拉蒂的旅馆。虽然这里鸟不拉屎的，但玛丽安还是坚持要将旅馆拆掉。他做这一切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能够摧毁梅拉蒂，因为是梅拉蒂令玛丽安的爸爸离奇失踪了。通知完梅拉蒂后，他满脸傲娇地离开了这里，可汽车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。原来梅拉蒂的手下早就动了手脚，可玛丽安对此却毫不知情，她只能先来到旅馆里住下。梅拉蒂特意将玛丽安带到了他爸爸住过的房间，玛丽安刚进门，房门却自动关上了，无论玛丽安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房门打开。紧接着窗外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，原来梅拉蒂让人拖走了玛丽安的汽车。玛丽安一急之下捶起了窗户，却意外被玻璃刺伤了手掌，由于失血过多，玛丽安也逐渐变得恍惚起来。可迷迷糊糊之中，她听到有人在喊她，而呼喊声却是从木地板下传来的。玛丽安只能扒开了木地板，没想到里面却爬出来一个怪物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即将被怪物拉入井中。玛丽安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但还是被铁链拉到了井里，这湿滑的井壁她根本无法往上爬。就在她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却被突然出现的爸爸拉入水中，玛丽安也因此领了盒饭。随后她被送进了焚烧炉，焚烧后的骨灰被做成了香薰，香气也逐渐笼罩了整个恶灵旅馆。这个女人正倒挂在熊熊烈火中，原来她正是男人已故的妻子。男人祈求妻子原谅他犯下的错误，可妻子却不打算原谅他，他要男人为他和女儿的死负责。他抓住空气用力一拉，男人竟被拉进了火坑里。当梅拉蒂来到房间里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被烧死在床上。男人名叫小胡子，他一直在追杀杀害他妻女的凶手，正好在旅馆外面发现了凶手的车。他来到前台询问车主的房间号，可果洛却不愿透露住客的信息。见男人鬼鬼祟祟的，梅拉蒂将男人带到房间里喝茶。原来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讨债人小胖多次讨债无果，失手杀掉了小胡子的老婆和女儿。小胡子并没有选择报警，他准备亲手为妻女报仇。他这次进来势必要找到小胖，他和小胖只能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这里。梅拉蒂见劝不动小胡子，只能先给他安排了房间。可小胡子刚进到房间里，房门就被果洛给反锁了。不得不说，房间里的卫生真的很差，甚至还出现了巨型蜈蚣，墙壁上甚至还出现了破洞。小胡子开始抠墙上的破洞，他对破洞对面充满了好奇。意外的是，对面住着的正是他的仇人小胖。小胡子赶紧清点武器装备，他用手枪对准了小胖，可却始终不敢扣动扳机。小胖也在无意间进入了小胡子的盲区，小胡子瞬间感觉无比的失落。就在他准备再一次偷袭的时候，却被小胖提前打中了大腿。小胡子忍痛对着对面连开数枪，中枪后的小胖赶紧躲进了厕所，却遇到了躲在厕所里的黑影。当小胡子追到厕所里的时候，小胖已经被杀害了，厕所里的黑影也再次出现。小胡子对着黑影开起了枪，没想到他打中的正是自己的女儿。女儿让小胡子赶紧离开这里，因为这栋房子会重现住户最可怕的噩梦，更何况他的妈妈也即将来到这里。女儿刚说完，男人的老婆果然出现了，他也被老婆拉进了火坑里。女人徒手拧开了神秘房门的大铁锁，当房主梅拉蒂追过来的时候，房门已经被女人给打开了。女人说房门后面藏着一个小孩的灵魂，她正准备进去将灵魂救出。梅拉蒂见状一枪崩掉了女人，可女人却顺势进入到房间里，这里是一个地窖。女人找到了地窖里的另一扇铁门，她今天是要将铁门后面的小孩带走。果洛见状朝着女人开起了枪，可女人是一个恶灵，枪炮对她完全没有效果。果洛也被女人一箱子放倒，随后女人一掌拍倒了铁门。为了保护里面的小孩，梅拉蒂只能亲自应战，可她根本就不是女人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女人打倒在地。就在女人准备抢走小孩时，梅拉蒂的妈妈出现了，妈妈一招就秒掉了女人。梅拉蒂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。今天本是沉默之日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梅拉蒂旅馆总会为街上的游魂准备贡品，按理今晚也不会有人来住旅馆了。可一个女人却冒着暴风雨来到了这里，女人名叫吉拉，她一眼就看上了梅拉蒂妈妈的画像，这种诡异的画在她眼里极具价值。可这里的东西都被下了诅咒，梅拉蒂当然不会将东西卖给她，吉拉只能先办理了入住。果洛也照样将吉拉反锁在房间里，可就在果洛离开的时候，门把锁却被吉拉给弄开了。梅拉蒂和果洛赶紧过来查看情况，吉拉也踉踉跄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梅拉蒂这才意识到吉拉是一个伪装成人类的灵体，他和果洛赶紧追上吉拉，却发现吉拉打开了梅拉蒂的密室。好在妈妈帮梅拉蒂保住了小孩，原来密室里的小孩叫阿里，现在也是时候让阿里死而复生了。
男人在床垫上划开一个口子，然后将蜘蛛倒进口子里，随后他来到椅子上等待午夜的到来。可午夜还没到，男人就睡死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房间里已经布满了蜘蛛网。男人正准备去拿床上响个不停的电话，却被蜘蛛网给粘住了。男人奋力挣脱了蜘蛛网，但却被另一边的蜘蛛网给网住了。他试图再次挣脱开来，没想到蜘蛛网却越缠越多，蜘蛛也开始往他身上爬。很快，男人就变成了网中人。他好不容易去掉了脸上的蜘蛛网，蜘蛛却一窝蜂朝他爬了过来。同样朝着他奔过来的还有他的同事法迪尔。法迪尔是一名警探，他正在调查几起命案。由于被害的人最终都来到梅拉蒂旅馆附近，所以他来到旅馆里调查。他一进来就看到了梅拉蒂收藏的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跟死者的一模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打火机是颁给荣誉退役的军人的，根本就没有对外贩卖，这更加重了梅拉蒂的嫌疑。法迪尔开始对旅馆的房间进行逐一调查。调查时，法迪尔也是异常的谨慎，他根本就不会给果洛锁门的机会。遗憾的是，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力证据，可走廊尽头的房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但此时他不能打草惊蛇，只能先离开了这里。他让奥斯曼假装成推销电视机的，同时也相当专业的对梅拉蒂各种软磨硬泡，可梅拉蒂依旧没有答应购买。奥斯曼只能假装很无奈地住了下来。进到房间后，奥斯曼在电视机里装上摄像头，随后他往床垫里倒入蜘蛛。这种蜘蛛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，是个比较棘手的虫害，到时候他们就可以伪装成蛆虫的过来收摄像机。另外，奥斯曼也可以趁午夜的时候偷偷去调查走廊尽头的神秘房间。两人的计划本来堪称完美，没想到却令奥斯曼陷入了危机之中。法迪尔也因为一直等不到奥斯曼接电话而紧张不已，他开车急忙冲向梅拉蒂旅馆，可半路上吓人的一幕却令他发生了车祸。等他被叫醒的时候，他却涉嫌超速撞死人了。现在不仅没办法去救同事，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个女人正对着2句干尸念咒语，随着仪式的进行，屋子里的灵魂慢慢出现，灵魂也逐渐朝着他们聚拢过来。可关键时刻，旅馆的门却被撬开了。原来督察法迪尔已经来到了这里。法迪尔为了救奥斯曼出了车祸，他也被误以为撞死人了，所以无法亲自到现场救奥斯曼。小胖也在法迪尔的请求下过来找奥斯曼，可真正的奥斯曼已经被烧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怪物。就在小胖诧异之际，梅拉蒂却拿着斧头过来了，小胖也被梅拉蒂给干掉了。此时法迪尔这边也出现了状况，路旁边的草丛里出现了阵阵骚动。法迪尔刚回到车里拿手枪，草丛里突然扑出来一个人，阿兰也被神秘人给拖走了。法迪尔赶紧开车逃离了这里，他必须抓紧时间到梅拉蒂旅馆救奥斯曼。此时旅馆里却来了一个诡异的老婆婆，老婆婆叫瓦提，是梅拉蒂专门请过来的。她步履蹒跚地进入到旅馆的房间里，等她再次从房间里出来时，她已经年轻了80岁。原来瓦提是一个女巫，她能够让人死而复生，今天过来就是为了复活梅拉蒂的爱人和儿子。瓦提用梅拉蒂的血在2人身上写下咒文，然后开始施咒，可仪式却被旅馆外的枪声给打断了。原来法迪尔已经来到了这里，跟着来到的还有消失多年的库斯诺医生。库斯诺医生让法迪尔和他一起合作，这样库斯诺就可以抢回旅馆，法迪尔也能为同事报仇。法迪尔二话不说枪杀了库斯诺，因为库斯诺刚杀掉了他的同事阿兰。这枪声也给梅拉蒂他们提了个醒，梅拉蒂让果洛赶紧关闭旅馆的所有门窗。没想到法迪尔早已进入了旅馆，他用枪威胁果洛带他去找同事。果洛将法迪尔带到了水井房，水井里顿时发出阵阵怪声，法迪尔也被怪声给吸引了过去。当他站到水井上方时，梅拉蒂出现了，梅拉蒂一枪打破了水井上方的木板，法迪尔一下子掉到了水井之中。等梅拉蒂再次回到地下室时，阿里已经被成功复活，希吉特也同样醒了过来。希吉特虽然做过一些令梅拉蒂无法原谅的事，但梅拉蒂还是给了他第2次机会。他现在必须做出选择，是跟随他一直爱着的梅拉蒂，还是他的爸爸库斯诺。库斯诺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，法迪尔的子弹只是令他短暂失去意识。随着库斯诺再次醒来，他额头上的伤口和血迹也慢慢消失了。他挖出了旅馆周围的死尸，并用自己的血让死尸复活。他将带领死尸军团向梅拉蒂展开复仇。男人将自己的黑血注入尸体中，被注入黑血的尸体竟然活了过来。原来这黑血能让人起死回生，也可让活着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。这本是一种诅咒，来源于梅拉蒂的母亲和恶魔达成的协议。当梅拉蒂的母亲来找库斯诺医生治疗时，库斯诺却突然迷上了这种疾病。他和猎人合作，杀掉了梅拉蒂的母亲，准备对尸体进行研究。没想到意外染上了诅咒，更没想到的是这血能让人死而复生。他也准备用血让儿子希吉特获得永生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必须干掉梅拉蒂。库斯诺塞给希吉特一把小刀，他告诉希吉特，当他听到枪声以后，就用小刀干掉梅拉蒂的儿子阿里。希吉特也照计划来到了阿里的房间。虽然阿里是梅拉蒂被其他人强暴后的产物，但希吉特还是下不去手。正当他准备回去见库斯诺的时候，却见库斯诺一枪崩掉了梅拉蒂。果洛闻声冲了进来，他正准备帮梅拉蒂报仇，却被库斯诺一枪带走。希吉特赶紧过来稳住阿里，阿里却被希吉特手中的小刀吓到，
他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，阿里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库斯诺却以为是希吉特在按计划行事，他正在为父子俩开启了新篇章，高兴不已，没想到却被希吉特抹喉了。干掉库斯诺后，希吉特来到了梅拉蒂身边。由于梅拉蒂受到屋子里灵魂的保护，他的伤口很快就复原了过来。但此时希吉特已经没有脸见梅拉蒂，他选择了上吊自尽。临死之前，他将阿里带到了地下室，并将库斯诺的复活手札也带了过来。他相信梅拉蒂会给阿里第二次机会，他还将库斯诺锁进了焚烧炉。梅拉蒂也趁机烧掉了库斯诺，这就是发生在70年前的悲剧。如今阿里和希吉特也成功被复活，瓦提也是时候离开了。可他刚离开旅馆，就变成了老太婆，她也再次变得步履蹒跚。当她来到树林里的时候，危险也随着来到。原来库斯诺早就盯上了她，瓦提在库斯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他很快就被库斯诺给勒死在树林里。接下来库斯诺将带着他的丧尸军团向梅拉蒂旅馆发起进攻。女人发现旅店的房间里有一口井，井里头居然困着她的同事法迪尔。她赶紧往井里扔下铁链，就在她准备将法迪尔拉出来时，床底下却爬出来一个小女孩。女人被突然冒出来的小女孩吓得不轻，可作为警察的她还是壮起胆过来查看。正当她准备将女孩拉出来时，女孩却变成了另一个女人。女人直接抓住了她的头发，并使劲将她拉向床底下。危急时刻，法迪尔从井里爬了出来，他将女人从床底拉了出来。此时床底下却又变得空无一物。女人名叫莎拉，是法迪尔的同事。在法迪尔失踪后，他来到了梅拉蒂的旅馆。旅馆里的诡异氛围令他汗毛竖起，神秘生物总在他不经意间出现。他战战兢兢地踢开客房的房门，里面竟是一个长相怪异的女人。莎拉赶紧逃到了对面的房间里，碰巧在这里找到了法迪尔。可此时的旅馆危机重重，库斯诺已经带领丧尸攻了过来。他们先点着了旅馆，然后直接暴力破门，窗户也是他们的突破口。无奈果洛的枪法师成光头强，他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。为了替果洛报仇，阿里用灯光将玩偶投射到墙上，然后控制影子扎向丧尸。丧尸果然被影子给干掉了。另一边，吉希特也成功干掉了入侵者，但自己也因为受伤太重倒了下去。眼看入侵一直没有结果，库斯诺只能亲自来到旅馆里。他很快就找到了梅拉蒂。库斯诺明显比以往更加的强大，正面交锋梅拉蒂根本没有胜算。好在梅拉蒂身法迅速，他总能闪现躲过库斯诺的攻击。梅拉蒂就这样靠着灵活的走位，将库斯诺耍得团团转。他好不容易用匕首扎中了库斯诺的肩膀，却被库斯诺一剑刺穿了腹部。此时法迪尔他们也遭到了丧尸的攻击。莎拉虽然有枪在手，但子弹对丧尸根本没用，两人一下子就陷入危机之中。法迪尔也不慎被斧头砍中，莎拉趁机用铁链勒住丧尸的脖子，并将丧尸甩到井里，无奈自己也跟着被拉了进去。法迪尔艰难地从房间里爬了出来，却遇到了大胜归来的库斯诺。为了报法迪尔一枪报仇之恨，他将自己的不死之身传给了法迪尔。随后他跑出了旅馆，正好在大树下遇到了阿里。正当他准备干掉阿里时，瓦提出现了。原来他没有被库斯诺干掉，身为女巫的他本就可以轻易地操弄生死。库斯诺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可更不可信的还在后头。梅拉蒂的妈妈也突然出现了。瓦提在库斯诺的面前写下了咒文，然后念动咒语制造火焰，用火圈将库斯诺围住。此时梅拉蒂也来到了这里，他一刀割破了库斯诺的喉咙，库斯诺也带着他的诅咒烟消云散。随后瓦提开始求雨，旅馆的火焰也很快就被大雨浇灭。虽然库斯诺已经被干掉了，但瓦提和梅拉蒂却依然感受到诅咒的存在，因为他已经在法迪尔身上生根发芽。